魏无羡脑子飞速运转，梦里的最后一个画面是血洗不夜天，都看到了的话。那师姐，江燕离柔声道：阿羡，我从不曾怪过你，你也放过自己吧。魏无羡不知该作何反应，他觉得师姐应该恨他的，同样的，他也恨自己。如今师姐的这句话虽然让他在心底放下一块大石头，但也带给他更加沉重的愧疚。江燕离看懂了他的沉默，有意使氛围变得轻松些，出声道：好啦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阿玲都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了，这事可就交给你和阿成了，能做好吧？金陵在一旁炸了毛，粗着脖子胀着脸道：谁要成亲了？我才不要他们管呢。江澄一听就不痛快了，冷声道：谁稀罕管你，你就等着成为万年老光棍吧。舅舅你才是，你管好你自己吧。于夫人闻言反应过来什么，不由斥道：阿成，你别告诉我，我还没有儿媳妇呢。江澄脸色瞬间不自然起来。魏无羡不嫌事大的在一旁添油加醋道：不能怪江澄啊，哪有时间啊，连外甥都是他一个人带。不过再晚几年，怕是可以跟金陵一起了，也不错，好事成双嘛。江澄眸中带电，冷冷射向魏无羡。魏无羡一脸坏笑，不为所动。须臾，魏无羡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他拉过静立在他身边的蓝忘机，郑重其事地对着江家人介绍：江叔叔、于夫人、师姐，这是蓝湛，姑苏蓝氏二公子，你们应该知道的，如今是我的道侣。蓝忘机躬身一礼。江燕离莞尔一笑道：我们都知道了，他很怜惜你呢，方才还问我莲藕排骨汤的做法呢。魏无羡倒是一愣，心中说不感动是假的，蓝忘机这么不苟言笑的人，也会为了自己主动去求问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江丰眠颇为赞赏的点点头。于夫人道：蓝氏二公子是个行事端正的正人君子，可惜配了你，糟蹋了。魏无羡闻言，一边在心中腹诽，果然江澄的嘴还是随娘的，一边嬉皮笑脸道：不糟蹋不糟蹋，本人这么天纵奇才又风神俊朗的，配他正合适。蓝忘机唇角勾起一丝弧度。悬空的书籍画面已经动了很久，只不过魏无羡等人光顾着唠家常了，倒是把这事给忘了。画面中突然传出一声厉喝，将魏无羡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。金陵，你还要不要你的腿了？只见在乱葬岗上，画面中的江澄一鞭子将3具凶尸抽得粉碎。魏无羡忍不住心中责道：这么凶，难怪讨不到媳妇。忽然之间，这些上乱葬岗来准备大杀一场的修士们竟都失去了灵力。蓝丝追喊道：诸位，到伏魔洞里面来。这座大殿的地上有好大一个阵法，缺失了一些部分，但是应该补起来就能用，可以抵挡一阵。旁人没了灵力，还能再勉强支撑一阵，聂怀桑却是等不得了。他忙道：你们不进我先进了，不好意思，走走走，大家都快进来。众人一阵无语。聂明觉眼睛瞪得溜圆，瞪着聂怀桑，这会儿恐怕吃了他的心都有了。聂怀桑被瞪得惊恐万分，离他大哥又挪远了几分。画面中有了4大家族的人带头进入，其余人也纷纷入洞。在魏无羡与蓝忘机的层层抽丝剥茧下，苏舍败露了。他一不做二不休地将阵法破坏，紧接着传送符一出，便逃之夭夭了。阵法破除，大批走尸蜂拥而来。金陵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凶尸，而且距离这么近，忍不住毛骨悚然。见其他同龄人都冲上去了，也忍不住了。江澄一脚踹开温宁，旋即咆哮：金陵！一声犹如丧尸一般的笑声惊雷炸开，惊得众人头皮发麻。众人不禁腹诽：江宗主，知道你护生心切，但你这也太吓人了。魏无羡对身边的金陵道：你看你舅舅对你多好，生怕你被凶尸杀死，这不想着干脆先吓死好了。滚！故事还在继续，在一阵混战中，第一波全灭，但第二波数量更为庞大的凶尸袭来了。在场的小辈们借着故事回想起那时候，皆是热血沸腾。欧阳子珍想起自己也曾英勇斩杀，兴奋道：那是我这辈子难以忘怀的经验。金陵斜睨了他一眼：你还想再来一次？欧阳子珍赶忙道：不，有过就好。蓝景怡道：好像那之后就没遇过这么多走失的机会了。蓝思追也道：顿了顿又道：这是好事。
就算温宁又一次挡在了洞口，可凭他一个又能挡住多久？魏无羡道：韩光君，我想做一件事，你陪不陪我？蓝忘机定定望着他，吐字清晰，斩钉截铁地道：陪。再次听到蓝忘机的那声陪，魏无羡高兴极了，他开心的转身，双臂抬起勾住蓝忘机的脖颈。蓝湛，你最好了。蓝忘机唇角一勾，默默地用手扶在他的腰上。众人一阵无语，早已清醒的蓝启仁很想再晕一次。第二波狮群被魏无羡身上的赵阴旗所吸引，终于踏进了伏魔洞。蓝思追、蓝景一等人立即提剑往回杀。金陵被江城半拽半提往外拖，江城冷声道：你要是敢回去，就别认我这个舅舅。江城把他往外一扔，喝道：待着。自己则提着三毒冲回了伏魔洞中。魏无羡倒是有些感慨，当时他被困凶尸群中没看到这一幕，如今看到却是觉得颇为好笑。这就剩二人啊，一个个都是嘴毒心软的破德性。魏无羡又转身一手揽住江城，一手揽住金陵，笑道：哎呦，我的好师弟，好外甥。滚滚滚！江城双手抱在胸前，嘴里嫌弃的念叨，却没有将魏无羡的手甩开。金陵脸一红，没说话。突然，一具血淋淋的红色凶尸站在7人高的尸山血海之上，一股极为凄厉狠厉的阴气和怨气从他身上流溢出来。那血尸忽然仰头，两声高笑，笑声一声比一声尖锐，整个血池的水面都开始旋转激荡，仿佛沸腾一般，咕咚咕咚，越来越多的头颅浮出水面。而在他们爬出血池之后，立刻便与其他的凶尸展开了厮杀。温宁大喊道：是你们吗？听到自己弟弟的笑声，身边的温情都变得有些凄然。他看着画面中已经变成血尸的亲人与凶尸厮杀，眼泪已经悄然落下。所有凶尸都歼灭了，血尸也化作烟灰散落在地。就见温宁扑到地上，将地上的骨灰一把一把捧起，往自己衣服里塞。温情摸了摸温宁的头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抿嘴笑着。滑稽可笑的第二次乱葬岗围剿结束，接下来便是众人乘船前往莲花坞休整。画面来到10几名世家子弟们的渔船上，顺着蓝思追的目光，温宁缓缓转向金陵，道：金如蓝公子。金陵冷声道：那是谁？闻言，魏无羡看向江城，江厌离看向江城，金陵察觉到，也慢慢看向江城。江城脸色难看的一个个回望，冷然道：看什么？魏无羡取的，不准叫。魏无羡满脸不在乎道：那你可以改啊。江城阴沉着脸没搭话。画面中，蓝思追挡在金陵与温宁中间，下意识的不想让人伤到温宁。金陵恶狠狠的道：你们管我？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？江厌离眉头紧蹙的盯着画面，金陵紧张的窝回自己的双亲身边。魏无羡道：金陵，你先把剑放下。金陵道：我不放，这是我爹的剑，我不放。带着哽咽的大喊声直戳进江厌离与金子轩的心口，疼得一颤。金陵看到当初自己这副样子，倒是有些赧然。他如今察言观色，多少也懂些，何况自己的父母那溢于言表的怜惜。金陵轻声道：阿爹阿娘，我现在很好的。魏无羡长长舒了一口气，这口气松下来后，他的脸上忽然被极度的疲倦之色占据，向一侧歪了过去。蓝忘机微微一弯腰，一手搂他手臂，一手朝他膝弯，一下子将魏无羡打横抱了起来。众人看着画面，心中腹诽，韩光君也就只有对着魏兄才会这么温柔。至于拽抹额什么的，蓝启仁并不想多看一眼。当然，在看到望羡单独相处时，叔父大人早就将目光移了开去。众小辈再次一阵脸红。魏无羡心中一边窃喜得意，一边遗憾，哎，蓝湛这个人真是，早知道我就不行了，我继续晕着，能在他怀里躺一路呢。众人一阵无语。魏无羡目瞪口呆，为什么连心声他都要说出来？他看了看身边的蓝忘机，两只耳朵已经红透的蓝忘机意会的点点头。好一阵子没翻白眼的江城，此时白眼翻得飞起，蓝曦臣面带笑意的摇摇头。莲花坞的大门前和码头上灯火通明，映照的水面金光粼粼。江城率先下船，众人分批次陆续下船，由云梦江氏的客卿们安排入内。再次看到的莲花坞已经是重建后的样子了，
江丰眠于子渊多少有些感慨。江澄道：“诸位，容将某失陪片刻，去便回。”江澄去时神色如常，回时却神色冷肃，步履如飞，而且带来了2个人，是2名女子。金光瑶一看到这2名女子，便心知不妙，目光不由得转向聂怀桑，丝毫不掩饰眼底泛起的丝丝寒意。聂怀桑折扇半遮面，下意识地往蓝曦臣身边靠了靠。众人跟随画面中的丝丝与碧草，再一次回顾了金光瑶曾经所做的恶事。